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彭博社科技记者 Mark Gurman 在最新一期通讯节目中，给各位果粉们泼了一盆冷水。iPhone 16系列的升级幅度可能会非常小，苹果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 iPhone 17系列上。为了印证这个说法 ，Mark Gurman 还提前公开了 iPhone 17系列全新产品计划。一台定位更轻薄、更强大的 iPhone Air 将首次亮相。在以往历年的苹果秋季发布会前夕，当代 iPhone 往往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然而今年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外界竟然更加关注下一代 iPhone。难道 iPhone 16系列只是苹果的阶段性过渡产品？在最初的爆料里，轻薄款 iPhone 17被命名为 iPhone 17 Slim， 但后续 Mark Gurman 证明为 iPhone 17 Air。无论是 Slim 还是 Air， 这款新定位的 iPhone 最终都指向轻薄化。智能手机的极致轻薄大概可以追溯到10年前，在当时的智能手机市场里算得上主流方向，与时下的影像旗舰有的一拼。后来，随着智能手机性能、散热、续航以及影像需求的日日拔高，用户对手机轻薄的追求退而求其次。谁能想到10年之后，苹果又将轻薄化捡了起来呢？ Mark Gurman 表示 ，iPhone 17 Air 的设计要像当年 MacBook Air 初次亮相一样惊艳。果粉们应该都记得，乔布斯在2008年的发布会上，从文件袋掏出 A4 纸大小的 MacBook Air 时的名场面。不过 ，MacBook Air 在极致轻薄的同时，性能也相当能打。iPhone 17 Air 在拥有极致轻薄设计的同时，还需要在其他周边配置让消费者眼前一亮。据供应链消息透露，iPhone 17 Air 将会是 iPhone 主旗舰系列里首款配备苹果自研通信基带的机型，这足以彰显其产品地位。核心性能上 ，iPhone 17 Air 将配备 A19 芯片，与同代其他机型保持一致。iPhone 17 Air 是一款反主流的智能手机。科技媒体 WookTech 透露，这款产品从立项起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市场目标，它不以性能为主，最大的卖点反而是设计。不得不说，在这个硬件内卷严重的智能手机市场里，苹果要打造一款完全靠设计抓消费者眼球的产品，的确拥有巨大的勇气。这样一来 ，iPhone 17系列的4款机型可谓是各司其职。标准款 iPhone 17继续助攻入门市场。iPhone 17 Pro 机型为有专业创作需求的消费者提供强大的性能，而 iPhone 17 Air 将定在标准版与 Pro 之间，为追求时尚设计的用户提供一个新的选择。今年 iPhone 16系列前瞻曝光，得到的关注要比往年少得多。iPhone 14系列有灵动岛 ，iPhone 15系列有钛金属，这些都是关注度颇高的地方。反观 iPhone 16系列，似乎没有可以拿出来单独讨论的亮点升级。硬件上 ，iPhone 16系列最大的升级，无非就是内存统一 8GB 起步 ，Pro 和 Pro Max 两款机型尺寸有所增大，标准版后置镜组 Deco 从对角线排列更换为纵向排列，这种程度的升级确实很难吸引消费者更新换代。原本被视作苹果杀手锏的 Apple Intelligent， 目前基本可以确定，美国及部分国家地区最快10月末开放公测，至于其他国家地区日期未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经发布的 iOS 18的 AI 功能表现实在有些差强人意，这让外界对苹果 Apple Intelligent 信心锐减。iPhone 16系列硬件、软件两个部分吸引力都比较弱，这一代 iPhone 对于苹果而言更像是战略性防御，只需保持更新，刺激到持有过时产品的用户换代即可。从市场表现来看 ，iPhone 15系列已出现明显颓势。调研机构 CIRP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iPhone 15系列在美国本土占 iPhone 总销量比例仅 66%， 前代机型则为 79%， 下降约 13%。其中 iPhone 15 Plus 依然表现相对低迷，占比仅 8%， 较去年的 iPhone 14 Plus 12% 的销售占比下滑了 4%。综合来看 ，iPhone 16系列依然会保持下滑的趋势，但标准版和 Pro Max 机型有明显升级亮点，下滑情况应该在可控范围内。最危险的依然是 Plus 机型，毕竟价格、配置均不占优势。回顾前两代 iPhone，尽管苹果都在设计上做了一些变化，比如 iPhone 14 Pro 的灵动岛、iPhone 15 Pro 的钛金属，但却都是换汤不换药，让人审美疲劳。科技媒体 TechTouch 指出 ，iPhone 14与其前代产品相比，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尤其是对于已经拥有 iPhone 12或13的用户来说，升级到 iPhone 14并不值得。同样的 ，iPhone 15系列也获得了类似的评价。而从目前泄露出来的 iPhone 16系列真机模型来看，除标准版的背部和调色部分有一些变化之外，几乎与前代甚至是前两代 iPhone 没有差别。
但苹果也很难一下对 iPhone 进行重新设计。一方面，以灵动岛为核心的交互形式已经初具规模，这本身也是一个需要开发者兼容支持的小生态，也会是未来几年内 iOS 动态交互的核心模块。另一方面，苹果的镜头组设计需要为 Vision Pro 的空间视频服务，因此也没法在 Deco 上做更多变化。最好的方案自然是重新设计一款更具时尚感的 iPhone， 继承经典 iPhone 造型的同时，推陈出新，给人新鲜感。这就是 iPhone 17 Air 的使命。只是光凭设计就想要让消费者买单，这似乎有些艰难。总的来说，苹果目前给消费者的印象就是过于循规蹈矩，产品本身的新鲜感不足，但从公司层面又难以推倒重来。Johnny Ive 领导的设计团队大都已离开，更是雪上加霜。iPhone 17 Air 可能会是近几年来苹果最出格的一款 iPhone。假如你已经厌倦了苹果这些年的无聊，但又不愿放弃苹果的生态，那么这款产品可能会比 iPhone 16系列更值得等待。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在你看来，今年的 iPhone 16和明年的 iPhone 17，哪个更值得入手呢？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